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在这个近期呢，还有一个会面也非常的备受关注哦，就是比尔盖茨他高规格的访问中国大陆哦，结果真的跟习近平两个人是见到面了。那还强调说呢，中美的关系基础要奠定在民间呢，讲了什么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我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是在民间的。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在当今世界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于整个人类的一些活动。好，这刚刚也是耐人寻味哦，因为说呢，就是关键在民间哦。那官方呢，是不是这个角色呢？就感觉算了，反正大家关系已经是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看到，其实之前马斯克他见是部长，就是这一次呢，比尔盖茨直接见到的是习近平。回顾一下，马斯克是在中国行的时候，一天呢见了3个中国的部长，另外还有当然是丁薛祥哦，也是罕见的跟他会面了。可是呢，在这一回，比尔盖茨访华呢，这个接待规格又更高了，因为呢，他这一次是说呢，比尔盖茨已经是第19度的访华了。那他其实本来就已经美国的企业商业之日当中呢，其他领袖比起来还要多了。结果这一次呢，规格又除了跟这个北京市长见面之外呢，也在16号的时候跟习近平见面了，而且同场呢还有王毅跟秦刚哦，这个也是习近平近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个外国的企业家，所以大家当然非常的关注说现在是就把重心就要摆在和民间的交流呢，那政府间的交流呢，接下来可能布林肯这压力很大了，因为他的层级到底在哪呢？布林肯也要访问中国大陆，那说首重呢就是要增强双方的沟通，他说目的是要借此来消除误解，尤其是要避免误判情势的状况，所以他有3个目标，一个是建立沟通，一个是推进美国的利益，第3个是探索合作。不过这场会面很奇妙哦，因为要见之前呢，双方都说，我没有过多的期待。你看汪文斌就说，这个要美国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大陆打交道。他说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他说这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不要幻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来打交道。那另外呢，苏立文也说呢，华府不指望这个此行获得任何的突破。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呢是另外一场，印度总理这个莫迪下周要访问华府。那现在呢，在这个时刻还有传出说，美国的媒体就报说，美军击落中国气球的时候，拜登当时候是想要跟习近平通话的。他说呢，那时候拜登认为如果可以跟习近平直接的对谈，可以缓和紧张的局势。不过国安顾问挡下来了，认为说应该要先透过其他的比较低一些的层级和北京接触，甚至呢，官员还讲说，劝阻拜登不要致电给习近平，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要避免外界认为我们是say喊就是说拜登想要恳求和习近平的会谈，所以想访中，但是呢，现在先不摆出低姿态吗？那布林肯呢要访问前呢，我们一看出来，确实大家都各有盘算在对华府和北京来说呢，这一次的访问，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期待。美国其实想要这个访问，因为一正一负势力可以让他们来说明。首先，第一个，上大陆示好美国可以延长台韩半导体商的豁免期。再来是古巴情报站的这个风波呢，俨然是就是间谍气球的翻版所以美国也有意要放出这些消息，为布林肯的访华当作是一个铺垫另外也是在外交和政治的层面上呢，压一压中国大陆，以便在访问的时候呢，就可以达成一些对美国更有利的共识所以显然说，双方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要见面了，可是这心结还难解尤其我们看到季辛吉他年纪这么大的人，他都说，在谈中美关系，这冲突真的很可能会发生，甚至呢，他还说两国现在正站在悬崖边上双方都要退后一步。彭博社还形容这次辛弃疾
季辛吉他到现在为止呢，对中美间最悲观的言论之言。你也设想他做了这么长久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工作，结果现在竟然是最悲观的时刻。那美国国内到底谁说了算呢？就说，对美国的工作是不是要官方和民间这个两个轮子一起转哦？因为美国政客呢想要给自己加戏，显现说自己敢于对中国大陆强硬，可是可以争取选票。可是，一方面呢又要派战斗机、打气球啊，又是制裁中国官员、企业啊，这变成说呢，这个看起来都是一场大戏哦。因为现在还有这个制裁啊，一方面说好像要跟他们谈和或者是和好，可是呢，现在又在制裁的美企就开始要逃跑啦。我们看到呢，盖茨的这个对谈习近平哦，习近平就说希望欢迎他们把 AI 科技可以带到中国大陆。路透社就引述了这个知情人士的说法，习近平说欢迎哦，包含尤其点名微软在内的美企哦。那英国媒体也说，美光向他们的中国工厂也再投资了43亿元，宣称要致力在发展中国的市场。另外，这个美光就发声明啊，说未来数年他们将在美光的西安芯片封装测试厂还要再投资。还有，这确实可能很难摆脱中国大陆在产业上的影响力哦，因为德国西门子呢也说要投资1.4亿的欧元，用在扩建中国大陆的工厂哦。彬哥怎么看说这次这个席盖会面啊，这当然是首次来见到美国的企业家，可是接下来这压力是不是转嫁到布林肯身上？其实，当然很多人都会把他拿比尔盖茨跟马斯克做比较嘛，因为奇怪，习近平没有见马斯克，因为马斯克现在是想当世界首富，然后又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产业，他连马斯克都不见，为什么会去见比尔盖茨？其实因为第一个，比尔盖茨跟中国大陆的交情非常深厚。因为他去过非常多次，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比尔盖茨现在跟中国大陆正在合作一个对中国大陆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就是第4代的核能发电的技术。如果那个技术能够成功的话，会扭转整个人类的这个能源的利用的方式。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比尔盖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是你从刚刚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就可以看得出，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对，就是我对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不抱持任何希望。他认为大概以后的中美关系大概只是民间来，因为官方这边大概就是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大概就是这样子，一定是对立的一个状况。这个态势已经不会改变了。对，所以那布林肯去呢，他为什么？你看布林肯也好，苏利文也好，一个人都讲的一副就是其实我们去也没打算要干什么了，就是大概就是稍微建立一下沟通协调机制干嘛？因为他们过去已经求了好几个月，从2月一路到现在6月。从气球试验一路到现在，就是3不5时，连拜登自己都说：“我过一阵就会跟习近平通话，过一阵就会跟他见面。”然后美媒也是天天在那边放说：“布林肯又要去了，谁又要去了？”然后就一直去不了，因为这段时间一直不断的这样放话，结果会造成一个好像美国求爷爷告奶奶一定要去的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要极力的淡化这种色彩？就是我们也没有很想去啊，只是既然有机会去就去一下看看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子问题，也是要站在我还是世界第一大国，我没有很想要去，就是要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态势。可是这次去对美国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中美之间没有沟通的管道，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对，因为很可能会发生，因为这样子莫名其妙就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误判形势，这是谁都不想看到。所以第一个，美国希望重新建立起彼此之间最基本的沟通管道。那第二个呢，他当然想要去说服中国大陆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特别跟比尔盖茨会面，恐怕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不一定准。恐怕他就不会跟布林肯见面。我认为，因为他也有刻意要贬低你布林肯的一个味道。那而且你看汪文斌的讲法也是，我们也对这个谈判没有抱什么期望。对，我也不见得想要跟你谈什么。那可是对双方来讲，其实最起码建立一个重新能够沟通、在预警的一个机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季信吉讲的本身没有错。对，其实现在真的是中美，我觉得看起来是最危险的时候。而且这个危险恐怕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那要怎么去化解呢？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美国的状态来看的话，恐怕很难化解，大概就只有靠民间了。那你也会发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美光不是才刚被制裁，
就美光继续投资，然后美国一直叫这些西方这些工业不要去中国大陆，结果他们也还继续投资，表示我觉得未来习近平可能一语成谶，也就是以后跟欧美这些国家他们的官方往来恐怕越来越淡，可是民间才是维系彼此之间的力量。李大中老师怎么看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真的是还是民间的交流会可能比较是主要的目标呢？对，但我也没有太乐观啊，因为习近平讲说，这个中美现在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对，其实过去中国大陆也常讲哦，美中关系的这个压舱石是经贸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这次时代很有趣哈，因为老实说哈，美国是很看重这次的出访的。否则他不会再刻意要淡化所谓的古巴监听站这样的事情，他就避免要重蹈覆辙，避免要像上一次因为气球事件，把好不容易布林肯要去的东西整个把它这个冲击掉。那但是降低预期这样的做法，其实我回顾过去2年多来，美中所有的高层对话见面都来这一招，这也是一种安全的做法，就是我先降低大家期待。但假设有些气氛还可以的地方，就成为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进展。过去一向是如此。那第三个，我可以预告一下，这个会面之后的双方的呈现一定是各说各话，也是如同过去2年多，因为大概不会有所谓的共同的记者会。假设布林肯见到秦刚，而且我刚才还忘了提，假设这一次布林肯见不到习近平也很怪哦，因为上一次是庞毕欧是在2018年去美国。但过去在美中的这种交手当中，如果是国务卿的层级到了中国大陆，没有碰到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者，真的是很诡异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次也可能不排除。但会后应该是各取所需，各讲各的，就是双方因为现在是两边都一样很惨，没有示弱的空间，都有国内的一些氛围，美国也很严重，都没有低头的可能性。所以这为什么现在讲话还这么强硬？那还有一个我要提的地方是。因为季辛吉的讲话，我们也关注他很久，他其实真是越来越悲观，因为他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前美国政府的官员，还有中国大陆口中的我们的老朋友，他其实也是个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国际关系很重要的学者，他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我记得10几年前他常讲说，美中关系的未来不要取决于依循过去的任何的道路，或是任何的理论去做预测，是取决于两方领导者的自由意志，这个很重要。但我觉得他最近几年讲话，包括美中是慢迈向新冷战，他已经没有过去的潇洒、跟自信、跟乐观，因为他见证到我们所同样见证到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布林肯会去没有问题，但是下一步能够堆叠出什么东西？因为他去之前已经铺陈好久，从5月份的双方互动很互相放话，对，所以现在就要看美国的高层官员接下来，比如说雷蒙多、耶伦会不会去，拜习有没有可能？本来说要通话不通话，还有拜登有没有可能再踏上美国的领土参加 APEC 的峰会，这些都是观察重点。但我要讲的是，美中关系现在基础健康是不好的，所以可能有些小缓解，但我相信这次去不可能春暖花开，顶多是让彼此的紧张关系有些稍稍的舒缓，如此而已。对，刚刚都蛮悲观的。来，将军怎么看说这又在制裁的动作？可是美国企业显然是没有听这个制裁。我看你看那个习近平这个第一句话讲，我们3年不见了，也是我今年见的第一个老朋友。我记得去年他才刚见拜登嘛，那拜登是不是他老朋友？不是朋友咯。他讲这句话，我觉得潜台词有你不是我朋友，我寄希望于美国人间，就不是这个寄希望于你华府或者是白宫了。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布林肯他现在讲了要建立沟通，增进美国利益。就是探索合作，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企业的合作，是不是其中一项？我们先看一下这次布林肯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我们最近从今年年初的这个气球事件，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世界发生了哪些大事？第一个，在中国方面来讲，它促成了伊朗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解，对不对？它甚至于现在在中东地区，它要促成以巴的和解。那第二个就是中国来讲的话，在亚洲这边来讲的话，从南海事件，对飞机差点台海之间船差点撞在一起。那美国在这边搞了肩并肩跟菲律宾的演习。另外一个最大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乌克兰的这个春季大反攻说已经开始。你把这些事情连接在一起再加上这段时间美国这个自己美债的危机，还有它银行的倒闭，
都是从第一次世球事件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所以我很明显看出来为什么布林肯这次会不惜放下身段要去跟美国见面。第一个，他说要增进美国利益，我觉得2个利益，第一个就是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不管是这个苹果、库克啊，或者是马斯克啊这些大企业家到美国去访问，或甚至于后续的美光，不管是制裁或他继续要投资的这种美国商业上的利益。第二个是他外交上的利益，他要确保到包括尤其是中东地区，对不对？这可能会不会以色列到时候就被边缘化了，在中东地区那样被边缘化，这是美国自己要出现利益。第三个，你看他讲的探索合作什么？双方要合作什么？我觉得合作就是美国跟中国有没有可能合作一起来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这是我觉得他要探讨的问题。第三个，我觉得最严重的是我们台海的问题，因为他们2个，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去之前，布林肯跟秦刚都已经电话通了，那为什么还要见面？而且见面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我们看中国所发布的讯息来讲，它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讲，建立沟通。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赖清德自己要小心一点了。他们到底沟通了些什么？台湾问题已经沟通了什么？如果是不是已经沟通好以后，这个布林肯还要去中国访问，那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沟通，已经做成了一定的默契？只是到那边大家白纸写上黑字，然后赖清德自己本身之后要不要再移美，或者是说我们台湾的处境是不是已经在这次的见面之中，后续我们台湾权利已经被牺牲掉了，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事。就是这个沟通哦，但是有沟但也要有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到现在法国也在蠢蠢欲动哦，因为现在马克宏他正在布一个局，似乎是要突破美国的一个封锁联盟哦。我们看到近期呢，他是跟这个中东国家有蛮多的接触，看到马克宏他接待了沙国的王储，双方还进行了午餐的会谈。那不到1年内呢，他是2度哦跟这个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会面，这也凸显了2国的良好关系。不过穆罕默德这一次其实大家很关注，是因为他在法国的停留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他也要出席在6月22号、23号由马克宏来主持的新全球融资契约这个峰会哦。那在下周一呢，他也要参加2030年世博会而举行的官方招待会。沙国就希望说法国能够大力的支持这一次的申办哦。那路透呢也有说，阿联酋的总统呢，有对普京表示说，希望可以加强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这个也是因为第26届的这个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全会将要开始哦，说是在会议的中间哦，就趁这机会哦，阿联酋的总统呢就赶快跟普京来表达，希望可以加强2国的双边关系。所以呢，美国媒体就形容哦，说中东啊要迎来新的地缘政治时代了。那美国要停止这种阻碍的行为哦。美国的智库呢，就是这个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他就发表了这篇文章，那题目就叫做《中东拥抱新的地缘政治时代》，甚至直言美国落后了。他说，阿拉伯国家他们正在为未来规划一条道路，那美国不应该要阻挡中东地区进一步的外交关系发展。好，那不只是在这个中东国家部分呢，我们看到在金砖国家的部分呢，马克宏他也是致电说南非总统，希望说可以参加8月份的金砖峰会哦。那伊朗的这个当地的报者德黑兰时报哦，就说伊朗总统莱西他也访问了古巴，那喊出什么呢？要共抗美国的帝国主义哦，说他重申2国继续加强友好的合作以及高层的政治对话，里头还签署了6项的协议哦。那莱西呢，这个访问呢，有包含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跟3个拉美国家，都和伊朗一起说是我们要英勇坚定来抵抗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盟友制裁压力，要突破这些封锁。那其实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呢，已经是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了，他们就是喊出说我们要摆脱美元的霸权。
那埃及呢也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也是说我们要为去美元化铺路。有20个国家现在都喊说想要加入，其中呢沙国、伊朗等13个国家已经是正式的要求了。那所以是不是现在金砖国家这整个还会持续再来扩大呢？好，可是另一头我们看到呢，俄乌方面哦，乌克兰现在好有点矛盾哎，因为呢，你看6月16号的时候，我当时谈到乌克兰的大反攻，泽伦斯基的前顾问哦，还说给美军来打都会输哦，因为呢，他们这个当时是有点受挫的嘛。那这讲话呢是前乌克兰的总统顾问这个阿列斯托维奇哦。他说，西方在给予他们一些战机啊，或者是武器上错失了时机。那乌克兰呢，却另外一方面也是同一天就说，我们的反攻是势如破竹，还甚至宣称说已经推进到了关键的位置，夺回了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啊？好，那另外呢，这个反攻到底现在已经是不是吹起了号角呢？乌克兰的总统顾问一方面说，我还在试探的阶段，可是11号的时候，早在之前他们就说已经证实了。泽伦斯基说正在进行当中进行他们对于俄罗斯的反攻行动所以大家就很想知道说，那现在到底这个状况是什么呢？怎么同一个时间，甚至是先前讲的话，马上就被推翻了呢？那如果乌克兰呢被问到说，在战争中败北的话呢，泽伦斯基他就说，美国恐怕呢会很糟糕了，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只剩下2个选择，如果呢输给俄罗斯之后，最终会变成美国要在北约崩溃，或者是走向战争，这2个做出选择。当然也是在提醒美国不要袖手旁观啊。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马克宏他们跟其他一些金砖国家、中东国家，看似也要来突破这个所谓的美国封锁联盟。马克宏其实这样做已经很久了。那他跟美国之间，因为有很多恩怨啦，包括美国之前在澳洲的潜艇事件上弄过他，然后在之前马克宏请求美国帮忙在金融方面给予协助，然后甚至在天然气方面给予协助的时候，美国其实都是表面上好像好来好去，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给予帮助。所以对马克宏来说，法国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他会想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只是他的动作大到连法国人自己都吓到，因为他居然说他也要加入金砖国家。对，这个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吓到，特别是他当时是直接跟南非总统讲嘛，所以南非总统当场大概也有点被吓到，所以不置可否。因为其实金砖国家当初成立就是为了对抗G7，那结果现在G7的国家自己要去加入金砖国家，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耐人寻味的。那当然，金砖国家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想要加入的越来越多，那势力也越来越庞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未来会不会真的有G7的国家也会加入金砖，其实也很难说。我觉得是不是不无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在中东这个态势上面，中国大陆过去打了一个好棋，就是他让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和解了。那他现在正在促谈的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以巴的之间，如果他都能够一直达成这样的目标的话，那再加上俄乌，如果他也能够达成部分的成果，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世界最强那个霸主叫中国大陆，可是世界的和平缔造者世界最强和平霸主叫美国，可是世界和平缔造者叫中国大陆。这非常奇怪。那美国要任由这种情况下去吗？所以你现在美国表面上说他也乐见中东的统一一统，就是大家能够重新不要再彼此纷争，能够合作。可是美国的实际作为是处处阻挠，让中东这些国家分裂。因为过去美国是按照这样来获取利益，可是未来还可以这样吗？美国是不是要思考另外一条道路？我觉得这对美国是很重要。那至于乌克兰的反攻是真的发起了，只是成果跟整个规模恐怕并不像我们之前所想那么大。现在看起来就是在某一些地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但是就算是他们真的收复了10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大概连半个台北市都不到，没办法影响整对战争。所以这恐怕变成一种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争。那泽连斯基手上还有多少筹码呢？但是我觉得他去讲到美国就有点过头了。他讲说什么美国如果一旦乌克兰战败，他要面临要么就是战争，要么就是北约崩溃，根本不会的。乌克兰如果真的战败，假设真的战败，只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跟北约都会忘了这件事，
我想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就是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来，李大中教授怎么看？说现在这个当然法国是也在布局嘛，那可是你看，其实像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他们也都开始要申请加入金砖国，甚至就直接抛出要去美元化。对，因为金砖其实提出金砖这样名词是刚好在20年前，当时高盛集团然后后来在06年真的有第一次金砖，当时4个国家的外长会议。然后09年有第一次的峰会，那后来又有所谓的南非进来变金砖5国，那还有设立所谓的金砖这个特别的银行，到现在一路走来，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它不像现在这么的热络，因为里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金砖并不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和机构，它是比较松散的一个机制或是平台。第二个特色是里面中国大陆影响力跟份额是很强的。虽然名约是4国加在一起总量都很大，但里面很大的角色是中国大陆所扮演。但是这几年的状况有点不同，就像刚才所提到，大概有将近19到20国要加入。那我觉得最让人匪夷所思、搞不懂马克宏葫芦里卖什么药的，就是他说在6月3号，根据媒体披露，他在跟南非总统通电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我们想要加入金砖。”因为他会认为说，金砖基本上不是像法国这样国家会有兴趣加入的。对。大部分还是各地全球的比较发展中的国家，中小型的各式各样的经济体。那也因为法国的特色是什么？它是 G7、G20 欧盟的成员，北约的成员，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所以这一步会让人家想，可能马克宏心里面的如意算盘是，他想要在美国势力相对衰退、力有未逮的地方，他加深他的一个影响力，有点是在跟美国做全球治理里面的一个分庭抗礼。那但是他所得到的有点是冷回，就是南非的总统并没有马上答应，因为对他来讲是个 shock， 他可能要跟其他金砖国家协调之后，才有一定的一个大概的讲法。但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法国，不只是在欧洲里面，他跟德国有情节就是很微妙的情节，而且在所有的政策上，就如同刚才所提到，高度的独立自主，而且他对美国并不是逆来顺受，很多时候他对俄乌战争或对中国的立场跟态度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这值得观察了。将军怎么看说俄乌战争？现在乌克兰怎么好像讲话这么矛盾？不是，他不是讲话不是矛盾，是媒体报道不懂军事。我现在第一句话，你看我们就这个看板上面的几句话来看。第一个，乌国总统顾问讲说人在试探阶段，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所有大的反攻作战包括你的兵力部署、你的后勤补给路线，什么你都要先规划好。在美国那么强大的这个电子情报、空中情报的资源之下，你应该对俄军的兵力或者部署或能力各方面来讲，你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你不可能说开打以后再开始去试探，说哪边是薄弱点。所以我觉得第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对。对，如果你要反攻的话，你早就把兵力部署、后勤补给，所有整个都已经规划好。你要改变一个大军作战的轴线，没有那么简单容易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就是防御作战来讲，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出来是乌克兰要采取攻势作战，那俄罗斯是守势作战。守势作战你要知道，一个防御阵地一定有纵深，它第一线叫做什么？叫做警戒阵地，也就是接触线的位置，是我的警戒阵地。我主阵地一定是在后面，我在后面，在前面的掩护之下，我在后面找一个有利的地形或者适合牵敌地区的地方来布置我主阵地带，后面才是我的预备阵地。万一我主阵地不守的话，后面还有预备阵地。所以他现在讲这个推进100平方公里，我个人的研判是他从他的警戒阵地接触线到他的主阵地这段路线这段的面积大概100平方公里。其实大军作战讲的不是说几平方公里夺了几个村落这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你有没有补全敌人的这个有生战力是最主要的观察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他说推进了100公里，大概从接触线到他主阵地在这一段距离大概有100平方公里。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所以乌克兰泽伦斯基后面讲那句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现在来讲的话，对自己这次的反攻并没有100%的有信心。虽然在美国大力的支援之下，其实他讲这句话用白话文讲，就是说你们要继续支援我。
对，你们如果不继续支援我，如果说我打败的话，就换你们，就是你们北约自己的儿子自己来打仗，你们自己的小孩来打仗。现在是我的老百姓，我的子弟兵在前面牺牲奉献，在打仗，替你们挡住俄罗斯的这种侵略战争。那现在如果万一我战败了，就是你北约这波罗的海三小国，甚至于你法国、德国，你们自己就要派兵来参加这场战争。当然，我觉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的是这种。其实是很具威胁性的一句话，但是也代表说他这次的反攻准备是不足的。那为什么反攻准备不足呢？我们知道美国跟欧洲支援他们多先进的武器，他为什么还会被在战场上被打那么惨？我们要知道，战车只是一个战具，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像对不对？作何你拿那支笔写出来字一定很漂亮，再经过你的播报的文章，那一定很吸引人心。那像我的话来讲的话，那个笔拿到我手上，跟拿到一支枪一样。好，其实呢，我们必须要讲，现在美中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布林肯都已经要到中国去了。好，其实呢，这个就是中国气球被美军给击落之后，现在呢，布林肯要回去，那有越来越多的讯息曝光，包括美国媒体讲的，其实拜登一直说他要跟习近平通电话，是真的。据说呢，当时拜登是觉得想要透过交谈，然后呢，来将中美关系降温，但后来被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给挡了下来，才没打这通电话。所以这一次布林肯去要干什么？布林肯很直接告诉你了，是要避免冲突。3个目标，一个就是开放渠道，固定建立渠道，还有的是什么？推进美国利益跟价值观，然后好好做好双边合作。但是双方是不是对于这场会面都没有太多期待？先前呢，在美国这边已经传出来说期待不用太多，大陆这边则讲说美国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我们打交道吧，讲的其实回过头来又是那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国媒体呢则直接讲了，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是因为中方现在已经不信任美国了，所以呢期望就会比较低。好，包括了 Wall Street Journal 也直接说了，说布林肯这个情况有可能面到的是中方的甩锅，会给他端上一大盘推卸责任的菜。那问题真的能解决吗？没有人知道，见了才知道。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些讯号，其实中方已经开始对美方释出了，包括我们昨天告诉您的，现在习近平见了盖茨，那大家就必须想了 ，Bill Gates 他能够见到习近平，这个是打破惯例的，这个动作当然是很耐人寻味啊。因为先前马斯克去的时候见了谁？见了有3个部长，有没有？还有见了上海书记，还有见了他们副总理。Bill Gates 这次规格更高，直接见到习近平本人，而且是1对1的方式来接待。那大家就在说，这是不是可以让西方了解，更贴近的了解到底中方现在的思考逻辑是什么？过往中方呢，其实在军事这边已经有给美方非常明确的讯号了，就是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最后一天讲的那个演讲，他引用的是"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又出现了。那美方真的有接收到中方这样的一个讯号吗？而且呢，现在美国其实商人是最实际、最务实的。这些大老板一直来到北京这里，不管中美关系如何，你会发现了，马斯克的讲法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就像2个不可分离的双胞胎。库克则说了，说苹果跟中国享有一种共生关系。然后习近平就直接告诉 Bill Gates， 他讲什么？他说："我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望于美国人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美国的行政当局，那是不是代表跟民间、跟商业、跟美国人民，好好的来做接洽？但是对于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打个问号，得看看布林肯去双方谈的怎么样。也是刚刚讲的，商业这一边基本上呢怎么样都是跟美中关系，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觉得把它切开来看，因为现在看到了美光科技仍旧上一回不是说吗？说可能要对他调查或者是相关的，也许有制裁这样的一个情势，但是他还是投资中国，宣布要投资5亿欧元，扩大在西安的生产。那如果是这样的坚定不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一回的美中关系？回过头来要请教政援委员，怎么样来看？现在才知道了，原来拜登是真的有要打这通电话，只是被挡了。中国的古典经啊，孟子有讲过义利之辩，义还是利啊？
习近平见这个比尔盖茨啊，是属于义这方面，不属于利。为什么？因为比尔盖茨退出这个企业界已经很久了，他已经是用这个基金会名义去，对基金会不是对，他基金会是慈善基金会对嘛，所以他现在已经是美国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了。所以这是义，而且在新冠肺炎的期间，他对中国有所帮助，是，而且好几次在中美问题上面，他的发表也都蛮理性的，这个对中国也是相当的友善，那这种来人是讲共同价值，讲义，那习近平见他就不会有商业考量。如果今天习近平主席见的是一个商人，那个商人搞不好就拿着这个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这也不理想。那至于这个 Apple 的库克或者是 Tesla 的马斯克，他两个基本上都生意人，讲利。讲利的时候，渐渐部长，大家讨价还价，各取所需啊，互相发展啊，共同繁荣，那就没有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其他比较担忧的考量了哈。所以这个安排是对的，非常的理想。美光啊，我特别讲的，美光哦，花了钱买的不是什么新的投资哈，它只是一种示好的动作。它买的是我们台商力成在西安的工厂。那这一家工厂本来就是为美光而盖的，帮美光半导体做封装的，所以他只是因为早期签好契约，他叫力成去盖，然后他说，哎呀，你盖了万一赔钱的话，我就用什么给你买啊？如果业务要扩大，你没钱，我用什么给你投资？早就有这种购买契约在了。那他现在可能因为刚好被中国的稍微小小的制裁了一下，他就拿这个来做诚意，说好，我大笔一挥，我真的拿钱高价买下来，让力成小小的赚一笔，而且还跟中国讲说，哎呀，我现在力成的规模不够大，我要把它扩大，多请4500个员工，你看我够有诚意了吧？所以外界才会猜测说，他到底是跟中国的官方讲好了对制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现在已经跟你这个承认我错了嘛，好不好？那我做这个动作可以了吧？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说，哎呀，不管如何，我先表达诚意，那你制裁就不要再加重那被制裁了我就算了大概有两种不同含义。不管如何，他总是在表达一种悔改之心嘛那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他在笑那至于这个拜登真的想跟习近平通电话，那这个消息被暴露出来的，那证实就是气球事件就是你们搞的错误嘛，不然你通什么电话，打什么电话，对不对？那这个美国是尽量降低这一次布林肯来的含义啦，就说哎呀，这个我们没有太高的期望啊，等等的。但美国媒体不要想太多了，美国老百姓不要寄望太多了。那你不希望你来干嘛？你吃饱饭没事干啦，就是很大的期待嘛。什么叫管控冲突？就是哎呀，以后我侦察机我的船到中国大陆沿岸晃来晃去啊，不要再给我拦截啊，不要再给我出尾流啊，管控冲突，他讲得很白吗？可是问题是，你没事干，到中国的门口来干嘛啊？还在探头探脑了，他不丢你一个石头就不错了，对不对？所以美国人想太多了啦然后美媒当然很搞笑啊，他说：“哎呀，这个中国也不太信任，这一直都存在的事情，我们还用讲吗？至于这个有关于这个现在谈判应该正在进行了吧？谈判的好，明天也许习近平就接见如果谈的不好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one night stand in Beijing 了来，帅将军怎么样来看这个的问题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大国博弈里面很枝枝节节的冲突了。是，对，我们从更高一层的来看，美国为什么这么急的要跟中国大陆沟通？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他的国家战略里面大目标，第一个先用消耗来消耗俄罗斯，现在也到了紧要关头了，对不对？他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消耗中国，对不对？但是美中的决战，美国现在军力也好，经济作战也好，都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个时候，万一台湾问题出了问题了，中国跟美国产生冲突了，美国就要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就是说，这边欧洲要对付俄罗斯，是。你又把中国跟俄罗斯打成一片，中国又开始在这边反扑，这个是美国不想用军事问题来解决，那他们要管控现在的危机，是，所以突然一下又变软了，就是说要布林肯去谈，中国大陆说你每次跟我谈完以后，你都言而不信，背后插刀的刀越来越多，嘴巴又要讲跟我
这个和平相处，所以中国大陆把姿态摆得很高，而且安排比尔盖茨来先见，这就是一耳光打过去了，所以美国也心里很清楚啊，就这2天就开始打预防针了。国务院讲，哎呀，这一次我们不能期望过高。第二个怎么办呢？找一个替代品。我们更重视莫迪到中国在访问，他又拉一个帮手，就是说在外交战上，布林肯没有达到目标的话，我在莫迪印度里面有所收获。所以那现在布林肯去中国大陆也讲，你黑纸白纸给我答应什么事情，你不要每次讲都言而无信耍我的。所以李在福就讲得很清楚，你是敌人来了我就用猎枪，所以这个东西他的硬气底气已经摆在这边，军事要冲突你就冲突就来吧，我不会再像以前委曲求全，所以极端思维之下有这些反应，苏州舰跟这个驱逐你的侦察机。第二个，习近平把政策讲得很清楚，我已经是争取你美国人民，不是争取你美国政府啊，你美国政府这些政客都是讲一套说一套玩一套，那我今天争取美国人民，那有2个嘛，比尔盖茨是慈善家，他来你谁也没办法泼脏水扣红帽子。马斯克这些是做生意的，所以美国的商界也不希望你脱钩啊，对不对？赚钱在这边嘛，所以这边都是中横排赫啊，就是在做大国外交的。那真正的美中的决战现在时机不到，那现在问题，美国一天到晚渲染台湾多危险多危险，火药库。台湾就是那个火药库的隐性，你自己不要把它点着了，是对不对？这美国是在玩这个东西的，他现在不希望马上发生冲突，所以要建什么护栏。这一次如果布林肯能拿到热线通话，就已经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多的我不敢预期。是，来怎么看易老师？我看到布林肯访问这个大陆啊，我就觉得说，美中的关系这么紧张，他们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希望还是化解一些，不管你说它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好像只是为访问而访问，可能没有实质的这个答。同样啊，过去两岸谈判的时候，曾经也是哦，就是谈不一定能够谈出结果，但是愿意坐下来谈总是好的啊。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前面讲的，包括海峡论坛也是一样，你不一定要祈求有什么样具体的太大的成果，但是互动总是还是比没有互动要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常常我最近这个一两年来注意到美国跟大陆的对话啊，你看大陆啊也是跟美国也常常讲到求同存异，把两岸关系的这些话语啊都用到美国去了。寄望于民间啊，寄望于老百姓啊，都是对官员没什么信心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表示是说，大陆可能要跟美国真的会在民间啊下更多的功夫，但至少我们不管别的啊，就是跟台湾一样，可能政府可能产生了一些我们讲说反中的情绪、仇中的情绪，那过去也有一些商人可能他觉得受到了一些损失。所以也站在政府这一边，可是到最后痛定思痛之后，可能还是觉得要跟大陆接触啊。是这个民间的这股力量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去，我想他习近平把他称为是一个老朋友，可能他们是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可能有碰过啊。所以他也感觉上这个比尔盖茨这个确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代表一个民间的力量，是可以有更多的来往，而且他魄力他还特别讲到说，今年这个是他今年第一个接见的外宾，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就是很不容易了。那美国如果政府看到这个，我觉得也会做一些重新的考量。那我至少我研究美国政治，我认为说拜登现在愿意要很积极要想跟大陆多接触，是因为他国内搞定了。就是他的那个预算就是这个举债上限的问题解决了。那过去因为气球的事件耽误了那一连串的这个时间，那现在举债上限也解决了，这个美国中还是有冲突，但至少他国内我觉得他是有信心包括他的一些
国内这个参议员选举的安排，大概都还不错，所以他可以敢跟大陆有更多的接触。我觉得拜登还是代表老的建制派，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一路玩这种战争边缘啊，搞冲突。其实美国真正的建制派并不是这么想的，那个是neocon这个性保守主义在搞的一个游戏，所以我觉得建制派到最后也是希望透过像 Bill Gates 像这个 Musk 啊 Elon Musk 他们去多接触是好的。好，其实呢，讲到了拜登现在最在意的，我在想可能是竞选连任这一回事情吧，但是他必须要好好来处理一件事，就是大家对他的观感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回又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绪，到底为什么突然出现这句话？是口误吗？好，他今天呢，其实来到了一个地方上谈枪支管制，结果突然讲了一句“天佑女王”，大家超困惑的，到底这句话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媒体呢，昨天到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口误啊？没人知道。好，可是呢，回过头来，他其实必须要好好的了解上。中俄这两位领导者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普丁前一阵子呢，他祝贺习近平70大寿，开头就说一位亲密的朋友。这件事情呢，让大家会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您必须要理解一件事，就是在对岸，他们基本上领导人是不做寿的，所以呢，其实如果去做民间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很少人知道习近平的生日是哪一天。好，但是这一回他们打破规矩了，把普丁的这个贺电直接公开讯息，让大家知道，普丁有寄了一个讯息来祝贺习近平的生日，还有祝贺金正恩的这些贺寿的信息，告诉大家，这想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又不一样了吗？最近俄罗斯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动作，包括日本媒体报道了，说是用人民币来支付哈萨林油气的分红。好，这里头呢，通通付给日本企业用人民币的方式来付钱，然后大陆这边呢又再一次的要跟俄罗斯来举行联合战略巡航，当然讲的都是不针对第三方，但日本这边呢应该会很紧张，因为这已经是2019年以来的第6次了，而且动作频频，还有俄乌战。前一阵子呢，白俄的总统就直接讲，我现在已经有核武了啊！确实，普丁证实战术核武已经送到白俄了，而且呢，在今年夏天或年底前就会完成部署。那之后，在欧洲这边的情况是不是会又不同？回过头来，在东北亚这里，习近平最近一个动作让大家觉得说很罕见，也开始在思考。这是不是有所用意？因为呢，他很罕见的在看这个视察博物馆的时候呢，他突然讲到在福州工作，知道福州有琉球馆，还有闽人36姓入琉球这样一段历史，讲到的是琉球。然后最近呢，也知道了琉球这一边的知识好像有可能冲绳这里的知识有可能来到中方访问，大家开始在思考地缘政治会不会添变数因为呢，习近平的这个讯息有专家觉得他就是想要讲600年前的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呢，开始讨论马关条约，讲说钓鱼岛问题之外，琉球问题也是时候可以在意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一些举动？大家开始思考，是不是因为日本最近动作也很多？好，原因是先前苏立文在布林肯呢去中方访问之前，刚刚好他就去跟日本、菲律宾还有韩国他们组一个新架构来做一个防务会谈，讲的是台海必须和平稳定，然后要定期在南海这边联合演训之外，我们就看到了日本现在呢还打算要军援菲律宾，这会是2战以来首次重返菲律宾，所以呢动作这么多，还加上了美国在这边既有的航母，包括了2个航母战斗群，尼米兹号还有雷根号，最近呢也要组成双航母编队，好像是要往东海这边来前进吗？因为解放军在东海这里也有动作了。军事专家的讲法就是，应该是因为布林肯呢要到中国，所以呢要来帮他壮胆的。可是中方不是省油的灯最近在跟非洲的对垒上头，仁爱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已经有通牒了，他们要求菲方呢在6月15号之前，把在这里的这一艘船直接给拖走，不然的话，他们将会有动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中菲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对垒？美国的状态会是什么？这大家非常在意。回过头来，请教帅将军怎么样来看？拜登好像又出贼了，因为讲了一句“天佑女皇”，没有人听得懂。
拜登他个人年岁大了，这些出状况的事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是很平常出现了啊，对着空中空气握手了，这些走路迷幻了，这我们不谈它。我们要谈美国的国家政策，是你要把全球的地图打开看，最近为什么到处在大型军演？菲律宾搞1万多人呢，1万多人绝对是美军呢。菲律宾没有什么部队能参加的嘛，哈，菲律宾搞一场，在日本、韩国又搞一场大演习，对不对？最近又要搞个双航母，对不对？又要在这个德国的上空搞250架飞机，25个国家参加。是，你看看这个，在全世界到处在点篝火了，对不对？这演习啊，都是一个战火的前奏了。因为我们军人很在乎演习，因为演习它是全部准备好，作战计划、水啊、粮啊、弹啊，什么都齐备的。你知道它是真演习还是要作战呢？一个命令就变成真的作战，所以这个是一个示威。这个示威在美国来讲，它有什么含义呢？因为美国里面也有鹰派，也有鸽派。是鸽派说你不可能，美国的实力不可能面对俄罗斯跟中国两面作战，那他给你搞两面演习。德国的演习是25个国家200多架飞机，告诉俄罗斯，你要动北约任何一个国家，马上会动员到空军的反击。是因为空军的反击动作是最快的，对不对？那又在日本这个韩国跟美国做个大的军演，是警告北韩你不要再放导弹。其实警告北韩的背后就是警告中国大陆，对不对？那所以习近平说，你一天到晚挖我的咖钓鱼台，你在跟美国两个合作勾勾搭搭。我今天谈琉球好了，琉球也是中国固有的藩属国啊。以前的韩国、高句丽、日本都被中国封过，日本还被封过汉尾倭奴国王啊。那琉球更是啊。那今天你挖我的脚，我可不可以？琉球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注意了？琉球现在是美军基地跟飞弹、导弹、军力部署很多的一个地方啊，是威胁到中国这个拒止作战里面很重要一个目标。他从政治上先软化。琉球老百姓本来就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的，所以这个时候挑起这个事情，也是类似一种颜色革命啊，对不对？你在美国不是在全世界搞这个东西吗？认知作战了、颜色革命了、颠覆了、破坏了什么主权问题了，都是搞这个嘛。那琉球问题提一提也是提醒日本啊，你不要以为琉球就一定是你的啊，对不对？琉球为了自保，老百姓说美军基地在这里，将来打起来，我老百姓倒霉啊，对不对？城门失火，池鱼遭殃嘛。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大国博弈里面很多的手段之一了。但是现在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么多军演围绕所有，连印度都要搞个双航母啊，对不对？这就好像杀人放火，在你家门口堆的到处都是柴火，只差一个火柴。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1次大战、2次大战引起的火花都是很小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东西，所以大家感觉到危险是危险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在没有管控的状况之下，产生了这个东西？所以美国为什么布林肯这次去啊？因为他也不认为现在马上能发挥，搞这些演习是在吓唬人家的。万一弄假成真了呢？因为你有演习，人家就有演习嘛。所以。俄罗斯跟中国一定要搞下一次演习嘛？这日本就很奇怪，你又怕，你又要去挑，对不对？等到哪一天惹火上身，倒霉的是你啊！跟台湾一样，战场在这边呢，不会打到美国本土啊，美国也没办法打到中国大陆本土啊，战场就是这些棋子国家身上，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第一个被这个战火烧死的就是这个地方。台湾打赢了也是不堪的。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还要来听听其他嘉宾对于这目前东北亚局势的一些意见。
好，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局势这边也非常的关注。好，原因是什么？因为中俄现在呢，2019年以来第6次他们要一起来针对联合战略巡航，然后也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了，俄罗斯它是用人民币付哈萨林油气的分红给日本企业，这蛮有趣的。来，威廉。美国总统要生日的时候，通常在白宫开 party， 他们的例行的惯例。所以你印象中还有玛丽莲梦露跑来跟甘乃迪唱生日快乐歌，一样。川普过生日也是这个德行，会找很多名人大家凑合。那拜登比较老派，他过生日哈，对，也是找一些名人，但是会找一些企业家比较多一点哈。这是美国总统过生日的模式，但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以后是不过生日的，就是不让底下人拍马屁。那外国的领袖通常也都会有贺电啊，因为各国习惯，他就根据各国的习惯说，我一定要跟你祝贺。这一次的祝贺习近平生日的不止拜登，不止那个谁，普丁跟那个金正恩，但为什么只公布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有核子武器。我的判断，就是你们现在不是动不动就是在日本海演习吗？东海演习吗？这个菲律宾海演习吗？南海演习吗？好，那我把这两个兄弟告诉我们三个感情很好，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他只要传达这个讯息，而且现在普丁正困难的时候，你演习个老半天有什么用啊？全世界核子武器最多的是哪个国家？俄罗斯，不是美国啊。那你也只能装模作样啊！你德国敢怎么样？俄罗斯要打柏林啊，要打华沙20分钟整个城市都不见了。那你打俄罗斯，他防空导弹比你还厉害，所以这个谁输谁不晓得。所以为什么北约不敢为这个乌克兰出手，只敢送弹药、送武器啊？那就是原因，就是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核子武器的国家。那这3个人加起来也是全世界核子武器最多的国家。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在产生某一种暗示的作用。俄罗斯这个时候怎么没有扣押日本企业的这股息股利啊？照道理应该扣押啊，可是没有啊。他意思是说，你看，表示我不缺钱啊，我照常付。不过因为美元被冻结了，我付人民币。那他卖石油赚了很多人民币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人民币最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啊。那你日本敢制裁人民币吗？你也不敢所以对他来讲，金融就可以运作了琉球问题中国早就该提了。我跟各位解释我们现在的领土的范围是根据2次大战很多的条约所规范下来的。是，当时开罗宣言在开罗会谈判的，蒋介石、罗斯福问蒋介石说：“那琉球该谁的啊？”2个人达成共识，蒋介石说应该国际托管。旧金山合约也写好了，琉球要国际托管。但是美国没有交给国际托管，就私下怎么样？还给这个日本，但是美国没有主权，不可能还给日本只是管辖权、行政管辖权，所以日本只有对琉球行政管辖权，日本对琉球没有主权。那谁能够决定这个主权？不是日本决定了，4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跟什么英国，4个没有同意琉球的主权，就不是日本的。好，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请严正秋老师来帮我们解析。节目最后，我们要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我觉得中日两国我们看美国这个2次大战结束以后，德法两国变成盟友，非常的好。那至少我觉得德国在处理他这个战争的问题处理的比较彻底一点，就是也跟波兰也跟这个他受害的国家有做过比较诚意的道歉。那日本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处理得很好。可是我们看到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大陆跟日本走得很近。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真的很需要日本的资金，需要日本的技术。那日本现在就大概是觉得，哇，我当年帮了你蛮多的结果你现在大了以后，又变成我的威胁了。但是如果说今天2个国家在过去的这个不愉快的历史处理得好，我觉得并不会有这个情况。所以你今天大家变成要翻旧账了钓鱼台要拿出来谈这个琉球也要来谈。那我觉得大陆也是觉得说，你日本今天不跟我走比较
亚洲的一种关系，你现在就把美国拉进来，来对抗我啊，就成为美国的棋子。我觉得大陆也觉得说，哎，怎么又回到之前啊？就是你在，当然现在不是你主导，你是只是一个棋子被美国来利用，可是也是对大陆是造成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在就是用彼此的痛处，在过去去点一些东西。那当然，我觉得日本是不是一定能够在这个竞争当中占到便宜很难讲啊，因为现在的日本跟30年前的日本跟大陆改革开放时初期的日本，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实力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你怎么样看这个南海的这个部分跟菲律宾的仁爱礁，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讲的，时间快到了，6月15号啊。我觉得大陆连那个这个国际这个法庭